片刻之后，在这天穹之上，空灵之声再次回荡，宛若从极其遥远的世界中飘渺传来。我并不是所谓的神明，但是很快你就会明白你我之间的差距。这话语落下之际，原本遍布裂纹的天空之门仿佛被无形的力量修复，那些细小的裂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，宛如时间逆流，恢复了昔日的庄严与完整。这一幕尽收神明的眼底，并且刚刚那一道声音中蕴含的力量，让他这道投影都感受到了一种深不见底的忌惮。紧接着，一道刺目的白光随之从完全愈合的天空之门内爆发而出，宛如太阳在瞬间失去遮掩，爆发出来的强光令人无法直视。在这道白光的照耀下，四周的景色如同被剥去了颜色，变得苍白而虚无。空气中原本浓郁的神智力量、生命力量，甚至是萧炎灵动木尘花仙子云韵自身的神魂力量，都在这白光的照射之下，如被吞噬的星辰，消散得无影无踪。这片天地中的一切力量，在这道未知的白光面前，显得如此的渺小，简直不堪一击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神魂力量被抽离了。萧炎灵动他们只觉自身的神魂力量都被这道白光抽离而去，神魂深处涌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空旷与无力。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神魂力量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巨力牵引，朝着那白光的源头汇聚，无可抗拒的汇聚而去。在这道白光面前，他们曾引以为傲的修为和天赋，此刻却如同尘埃一般微不足道。白光之中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等人仿佛看见了无数光影在闪烁，仿佛是宇宙间最原始的真理和力量在显现，又似乎是那空灵声音的主人在向他们展示着什么。我的造化神力被抽离了。金地天盟主见自己的造化神力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从自己的体内消失，直接让他慌了神。而那9位副盟主更是不用多说什么，现在他们全部昏迷了过去，因为他们的半道心上布满了裂纹，一旦彻底的碎裂而开，那么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一次乃是真正的陨落。因为之前他们都已经通过轮回盘进行一次复活，而这一次他们的半道心碎裂，即便保留着神魂，也无法恢复自身的半道神体。这股力量竟然能够吞噬分解这片天地中所有一切的能量，真是该死。在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中，虽然来的是自己的一道投影分身，并非真身降临，但也必须接受自己与那位自称非神明的存在的差距。不是神明，既然能够爆发如此难以理解的力量，这道天门究竟是连接着哪一方的国度世界？就在神明百思不得其解天空之门的真相时，神明巨手拥有着毁灭万物的威能，却在这一刻被那道白光吞噬。白光如同无情的逝者，将那神明巨手中强大的力量逐一分解，直至消失无踪。神明巨手拥有无尽的力量，他那巨手如同天柱般撑起整个天际，竟被天空之门散发出的白光所吞噬。巨手的力量似乎被那白光分解成最微小的粒子，然后彻底消散在了空气中。神明的力量，那可以摧毁一切甚至创造一切的力量，竟然在天空之门面前显得如此渺小，无法掀起一丝波澜。神明的面庞上写满了震惊与不解，他的双眼紧盯着天空之门，仿佛要从中窥探出一丝端倪。既然你那么想要探我的真面目，那么现在就让你看一看天门背后的世界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之门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神圣与威严，在虚空中回荡，如同审判者的宣告。闻言，神明的瞳孔瞬间紧缩，映照着那道天空之门的光辉。天门的表面仿佛蕴含了无数未知世界的奥秘，波光粼粼，光怪陆离。天空之门缓缓开启，一道光芒从门缝中泄露出来，照亮了神明的脸庞，也照亮了他心中的疑惑与好奇。神明的心跳加速，他知道这一刻将揭开天空之门的神秘面纱。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触碰到那光芒，顿时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的视线吸引进入其中。神明感觉到自己的视野被某种力量扭曲，面前的天空之门渐渐显露出其真容。那是一幅由光与影交织而成的画面，既有温暖的阳光，也有寒冷的黑暗，它们相互缠绕，却又泾渭分明。天空之门缓缓地开启，一道无形的涟漪荡漾开来。随着大门的开启，只有神明自己才能够看得到的一双巨大的妙色之瞳慢慢睁开，那是属于未知国度世界的威严与深邃。当这双妙色之瞳睁开，一股让整个宇宙都为之颤抖的恐怖气息热浪开始弥漫开来，仿佛能焚烧一切罪恶与恐惧。神明的分身立于9天银河的光辉之中，原本至上的威严神态突然间变得苍白无比。他能感受到自身力量正在急速的流失，就如同沙漏中的沙子，迅速的被那双妙色巨瞳中投来的目光所吞噬。但是神明的面容终于扭曲变形，那是恐惧到了极点的写照，仿佛目睹了世间最为恐怖之物，其浮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惊恐与无力，那是一种直面终极恐惧的绝望。他二话不说，不带一丝犹豫，猛地催动体内所剩的力量，如同燃烧生命之火般引动了天际上浩瀚无边的9天银河，希望借助9天银河的力量，让金地天他们能够有的一线逃生希望。
九天神明！4个字从神明的口中大喊而出，而九天银河仿佛听到了他的呼唤。九天银河泛起了一层绚丽的光晕，银河流转，星辉闪烁，为这绝望紧张的一幕增添了几分壮丽与神秘。突然，一道耀眼的光芒划破宁静，九天银河中心涌现出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它的边缘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仿佛是九天银河空的瞳孔在扩张。漩涡中心的吸力强大到连星光都被吞噬，形成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深渊。那场面极其的震撼无比，可惜由于白光的影响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花、仙子云韵以及10大神斩牢等人根本无法看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而重伤的金帝天盟主，他的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，无力地被卷入那九天银河的漩涡之中。奄奄一息的9位副盟主也紧随其后。随着他们身影的消失在黑暗中，九天银河恢复了平静，只是那无尽的深邃似乎变得更加深邃至极了。神明分身孤独自站立在虚无的空间中，面对着天空之门的真正力量，他感到了压迫，那份绝望和恐惧仿佛还在他的中回荡，令人心神不宁。然而天空之门的声音冷漠而嘲讽，仿佛来自亘古不变的虚空中传出。没想到你一位真主竟然还会救其他人，还真是少见。声音中没有丝毫情感的波动，只有对神明行为的不解与讥讽。神明分身面对着天空之门的那股嘲讽之声，在寂静中尤为突兀，似乎在质疑他的行为。而妙色的巨大之瞳深邃神秘，似乎隐藏着无尽的秘密，让人无法窥视其中的真实想法，仿佛早已经看透一切万物的本质，直达真理的核心。还想以一己之力对抗我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四周的白光全部朝着神明分身笼罩而去，这些白光蕴含的力量可以分解天地中的所有能量。神明分身面对着压倒性的敌力，他的眼中却透出一股不屈的光芒。他口中低沉地念诵着古老而神秘的咒语，随着每一个字音的落下，九天银河仿佛听从了召唤，开始加快了旋转，汇聚成一股无形的磅礴力量。星辰之光如同被牵引的宇宙尘埃，疯狂地向神明分身聚集，最终在他的身后凝聚成一颗熠熠生辉的巨大光球。那巨大光球释放出的能量如同太阳表面的炽热气波动。九天无尽光。随着一声怒吼，巨大的光球犹如脱缰的野兽般冲上天际，然后直接爆炸而开，其中的耀眼炙热的光之能量朝着四周席卷而去，与那些企图将它吞噬的白光激烈地发生了碰撞。轰轰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宛如天地初开的惊世巨响。光与光的交锋中，神明分身依旧被白光吞噬而尽。在这场光之力量的对碰中，神明分身的身体也承受着白光的冲击，每一道白光的冲击都令他感到撕裂般的痛苦。他深知自己的分身不是天空之门的对手，但为了让金帝天盟主他们顺利离开此处，他相信天空之门也不会从这里出去找到他们，因为神明也不是寻常人物，他的智慧超然。虽然天空之门中的妙色之瞳让他感到恐惧心悸，但只要他们从这里逃出去，那么一切都安全了。双方力量的对决如同两股不可撼动的势力，撕裂了天地的宁静。神明分身散发着耀眼的璀璨光之力量，而那白光则带着一种吞噬分解一切的恐怖气息。他们的每一次交锋对碰都令虚空无比的颤抖，星辰都为之暗淡。随着战斗的持续，神明分身的力量开始出现裂痕，可以看出神明分身所施展的九天无尽光是如此的强大，其光芒如同烈日般耀眼，无人能挡。然而在面对天空之门的白光时，一切开始悄然改变。白光如同无形的吞噬者，渐渐地侵蚀着神明分身所有的力量，将其中的能量分解成无数粒子，直至消失无踪。白光的威力无人能敌，它能够穿透分解一切，将所有阻碍在其面前的力量化为虚无。神明分身在白光的包围冲击下，光芒彻底的暗淡下来，那种无力感和恐惧笼罩在他的脸上，仿佛下一刻即将消散于这片天地间。终于在白光的吞噬下，神明分身发出最后的光芒，那是绝望中的挣扎抵抗，却也无法改变最后的结局。咔，随着一声细微的破碎声响起，神明分身也彻底在被白光分解殆尽，化作漫天飞舞的光点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那璀璨夺目的九天银河也随着神明分身的消散而失去了色彩，渐行渐远，直至彻底消失在天际。天地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宁静，仿佛刚才激烈的战斗不过是一场梦境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光芒，那是神明分身留下的最后痕迹。然而下一刻更为惊人的一幕又发生了，远处的景物开始逐渐清晰，刚刚那能够分解所有力量的白光化为一片祥和之气，笼罩着这片天地。在那被战火蹂躏过的废墟之上，无数断裂的梁柱，散落的瓦砾，在白光的洗礼下，仿若被无形之力抽离了破败。光芒中，残垣断壁逐渐挺直，碎石缝中滋生出新嫩的草芽，仿佛时间倒流，昔日辉煌的宫殿逐步重塑。